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被谭松韵的红毯兔圈粉了，原来她的少女感真不是吹出来的。大家都知道娱乐圈有一位不会老的娃娃脸谭松韵，在《最好的我们》等电视剧中扮演了学生或者10几岁少女，毫无违和感。看了她的红毯图就知道了，原来少女感真的不是吹出来的。她不仅长着一张不显老的圆脸，还很会穿搭。让我们来学习一下她的时尚冻龄秘诀吧。蓬松的长裙也可以打造少女感。谭松韵穿着灰色镂空印花薄纱长裙，现身某活动的红毯上，清新灵动，仿佛是复古油画里的少女。身材相对比较娇小的女生穿这种长裙就可以选择高腰设计，提高腰线，让视觉效果上的腿长占比变长。蓬松的长裙百遮住了双腿，还可以遮盖小腿粗、腿部曲线不够完美等问题。连衣裙以灰色为底色，上面点缀着红色小花、绿色茎叶和金黄色的描边，黄绿对比体现出植物生长的新鲜感。红色小花引人注目，再加上吊带露肩设计，凉爽优雅，还带着一些小性感。迷人的锁骨和隐约展示出事业线，这一身装扮明艳又不夸张，简直是仙女下凡。干净的妆容非常加分。谭松韵有一张幼态的圆脸，虽然看起来总像个孩子，但是灵活运用妆容也可以打造出不同的风格。想要打造少女感，一定要用简单干净的妆容。像谭松韵的这次妆容，没有过于夸张的假睫毛与眼线，也没有过多的颜色堆砌在脸上，眉毛轻轻的描几笔画出自然野生眉，粉色淡淡的眼影和蜜桃色的口红相得益彰。如果是想要亮眼的场合，还可以加一些眼影上的亮片，衬托自己的双目炯炯有神。整个妆容给人的感觉舒服又自然。少女感的底妆一定要轻薄有光泽，打造自然奶油肌，同时保湿补水做好，脸上的瑕疵都遮盖住，千万不能卡纹，如果皱纹都显露出来，那样就前功尽弃了。好的发型也可以减龄打造少女感。如果没有天生童颜，也不要灰心，还可以学一学用适当的发型来减龄。丸子头可以说是谭松韵的经典发型了。丸子头简单又常用，如果你也是圆脸的女生，绑一个高高的丸子头，可以拉长脸型。同时要注意头顶的蓬松度，利用高颅顶加上胎毛刘海的修饰，打造出减龄又显瘦的发型。还有一款发型最近在时尚界有了回潮趋势，那就是谭松韵的学生感波波头发型。在演艺学生时代的高中生，或者是以家人之名中16岁的李尖尖的时候，都用到了减龄可爱的波波头，但是加以改良，打薄了发尾，将这个发型进行了升级，不但提高了整个发型的轻盈度，而且因为传统的波波头会十分突出圆脸，这样可以转移视觉重点，让人不再只关注到她圆圆的脸，反而看到了古灵精怪的一面。谭松韵虽然一开始被人嘲笑圆脸演不了女主角，但是她没有放弃对演艺事业的热爱，打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角色。在穿搭和妆容上也时刻散发着自信和知性魅力，红毯的造型一个比一个惊艳，小编直接被圈粉啦！看来她的少女感真不是吹出来的。学会了妆容和穿搭方式，30多岁也能永远像10几岁的少女。2. 你比星光美丽很火，但谭松韵作为女主却惨遭吐槽，太可惜了。你比星光美丽一方面在收视和播放以及整体的热度和人气上，虽然称爆款有点勉强，但绝对也是很火的成绩。但是另一方面，这部剧在火的同时也受到了很多吐槽，尤其是剧中作为女主的谭松韵，在这部剧中更是惨遭吐槽，让人感觉非常的可惜。首先不可否认谭松韵本身的表现一如既往还是那么的优秀和出色，
你像外形气质方面虽然也是30多的年龄了，但一张脸仍然还是那么的青春、灵动、甜美可爱，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更是阳光明媚、澄澈无邪，很能给人一种治愈性的力量。还有你像人物塑造方面，谭松韵的演技更是非常的出色。职场上有理想有坚持，但也有自己的原则和反抗。生活中纪星又是那么的温柔、善良、活泼开朗，给身边的人带去满满的快乐和温馨感动。而在感情线上，那种带着青涩娇羞，也带着热烈执着的表达，更是演得非常棒。但纵然如此，谭松韵在这部《你比星光美丽》中仍然受到了很多的吐槽和争议，而吐槽的点主要也集中在谭松韵本身的外形条件以及跟角色的契合度上。相信很多观众追剧中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谭松韵本身非常的娇小，但是剧中的服装造型很多时候却显得很拉胯，让人感觉非常的尴尬不适合。另外，谭松韵整体的气质也是那种邻家女孩的感觉，毕竟一张娃娃脸非常的显小，眉眼神韵之中也是那种小女生的气质。虽然这让谭松韵自带一种少女感和清新感，但对于职场女性，尤其是创业女精英、女霸总的人设，则显得格格不入，非常不匹配了。虽然说女精英、女霸总未必非得多么的霸气高冷，但是那种职场上的气息，尤其是气场，还是要有的。但是谭松韵的身上就缺少这种气场，虽然表演和设定都没什么问题，但谭松韵本身的那种外形特点和气质，却让人很出戏、很尴尬，而这也让她受到了很多的吐槽。另外，女主在剧中整体的剧情也让人感觉非常的俗套和刻意，而这也是女主受到吐槽的原因所在。一方面是感情线上，在纪星跟韩婷确定关系之前，完全没有必要安排一段长达好几年的恋情，而且分手还是因为纪星太重视工作，没有时间跟男友相处。但跟韩婷在一起后，却是各种时间亲亲抱抱举高高，这不但让纪星的初恋显得很多余，也让跟韩婷的官配显得太过刻意。另一方面是事业线上同样也是如此，一来纪星的创业就跟闹着玩过家家一样，主角光环一般，一路高光，一路解决各种麻烦，不管是跟好友共同创业，还是创业路上被男主各种明里暗里帮助，都非常的假，非常的不真实，而这也让剧情以及女主的设定备受吐槽。本来谭松韵是那么的优秀，这部新剧也很火，但她作为女主却是惨遭吐槽，当真是太可惜了啊，你说呢？